现在在剑门关景区，看到没有？其实我现在也只等于是在悬崖峭壁上面。那这里是剑门关的鸟道，准备来体验一下。因为来剑门关就是走这2个地方的，非常惊险的。元楼道我就不走了，元楼道比较惊险，有点恐高，不敢走，那就走鸟道吧。来剑门关，很多人可能就是体验这2个惊险的地方。往左手边就是元楼道，右边是鸟道。元楼道就是相当于走华山栈道一样的，这里就是元楼道，还能看到有人在攀爬，这里很惊险的，看到没有？从这样一个之字形上去，很陡峭的。当然，这里是收费的，很多人都是用铁链绑着，这样一步一步上去的，就跟走华山栈道一样的，胆子挺大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去鸟道走一走，这里才是刚刚开始，还没到鸟道的核心建筑那里。鸟道的话，可能宽度最窄的地方大概是15公分，越来越陡了，要爬上去的。这里非常陡，其实很多地方它是要扶着走的，你不扶着走是没法走的啊，惊险吧。所以要看一下，蜀道难易上青天，来这边走一走就知道了。爬这个山太累了，大家看看下面的风景。其实在这个山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居住的，只不过现在是有景区。走到这里，我发现其他的游客也是在大力的喘气，因为爬山确实太累。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是非常陡峭的，其实这里还没有到鸟道的正式的地方，现在只是去鸟道的路中间。鸟道和元楼道其实隔得不是太远，在这个地方还能看到对面在爬鸟道，确实很惊险很刺激啊。我看他们双手都是扶着那个铁链，一步一步往上爬的，很刺激啊，恐高的肯定是不能去的。现在这里就是鸟道正式的开始的地方，我们现在走一下。它这里就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来的小路，非常惊险刺激啊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可能大概是30公分，前面最窄的地方大概是15公分，往前走。它这里整个方向是往前走，是单行道，不长，大概就200-300米吧。开始走啊，这里走的话要很小心的。说句实话，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我有点恐高，所以呢，我可能都不太往下看，因为这里很窄很窄。然后你看看，这个是墙壁，刚好这个地方只能一个人的身子可以过。那这里就稍微好一点，最惊险的是在前面一点。那这里可能有人在这里休息，继续往前走。很多时候一个人可能都过不了，要侧着身才能过。刚才我碰到很多游客，因为今天是周末，很多游客他说不敢走，都想大退堂鼓往回去，但是因为这里是单行道，没办法，只能冒着头皮往下走了。站在这个地方很小啊，这里的话人都要弯着走。那关于这个鸟道，其实呢也是景区为了游客观赏后面新建的，在古时候应该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常说的蜀道呢难以上青天，这个只是说有点相似而已。这个地方人都要弯着走，笔直走不了，因为是在山崖上开凿的。我现在腿真的有点发抖，我都不敢看下面，我在看着里面，因为好害怕。所以恐高的尽量还是不要走这些地方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元楼道就在前面那个方向，也是在崖壁上面的。元楼道我就更不敢走了，这个肯定是不敢的。这个地方就更惊险了，这里稍微好一点，我们再往前走一下，到了这个转弯处啊，转弯处就要斜着走了，就没法站直走，是不是很惊险刺激？全是这种铁链啊，没有铁链绝对是大家不敢来的，因为也是安全措施嘛。最窄的地方即将到来了，就这个地方是最窄的，可能也就是10多公分，我现在都不好走了，我要侧着走，因为
没办法，太窄了。这里呢，它两边都弄了铁链，就是为什么这里太窄了。大家来这里游玩的话，尽量还是买个手套，因为这里全部是铁链，用手套扶着稍微好一点点。就这地方大概就15公分，对不对？快走完了，可能还有70、80米。我现在是一直不敢看下面，看下面腿就发抖。其实有一点，像这个鸟道还有圆楼道，离这个下面这个索道其实很近的，垂直高度是很近，但是你爬上来就比较慢了。像这个1号索道走完爬完鸟道到这里啊，大概要1个半小时，时间还是挺久的。鸟道这个地方，尽管说道路是比较狭窄，但是相对圆楼道还好，它这里是比较平整的，就是说人通往还是很顺畅。这个鸟道尽管说简单一点，但是也是相对的。在旁边的圆楼道就不一样了，是非常刺激的。听说游客进入圆楼道之前，不仅要测量血压，还要佩戴安全帽，系上安全带，这样才能行走。我以前看视频说还要签一个什么责任书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。从视频中的画面中也可以看到，圆楼道上下皆是悬崖绝壁，铁索横梁。可以这样说，这个圆楼道它的道路真正的接近90度。往下面看的话，基本上是有100-200米，也就是说在半空中。这个栈道基本上宽度呢，也就是30公分左右，一边空悬并无栏杆，一边悬崖上钉有铁索可供抓手，也就是说你是在狭窄的道路上面是贴着这个悬崖上行走的，不是我们说的侧着走的，大家能想象得出来不？故而是一个又刺激又惊险的地方。所以说行走在狭窄的圆楼道上面，脚下便是万丈深渊，你如果没有胆量没有勇气的人呢，走在这里腿脚一定是发软的，就是说你胆子很大的人可能走到这上面都感觉会害怕。假如说你想体会到剑门关的险峻，就来这里挑战。我们常说的所到难，难于上青天，你在这里就能够很好的诠释了。你来走一遍，可能就知道这个险峻到底是在哪个地方。还有一个特点得说一下，就是这个圆楼道它是在笔直的岩壁上开出来的一个个台阶，也就是说比脚掌稍微宽一点点。它与华山的长空栈道相比，脚下的悬崖没有华山那么高，但是台阶的宽度比较窄，而且是上坡。这华山的听说是比较平整的。天气好的时候来剑门关游玩的人很多。那这个圆楼道呢，自古以来就是圆楼和采药人经过的便道，所以呢，这个圆楼道在以前的基础上重新经过修缮的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山脚下面看他们攀登圆楼道，在这里还能听到有人吓哭了，好像是一个女孩子。因为这个圆楼道确实是非常惊险刺激的。看了这个圆楼道和鸟道，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敢不敢体验一把？鸟道可能很多人敢走，但是圆楼道就不一定了。